花开花落自有时，缘去缘来总有因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。我有事提前半个小时下班回家，看到婆婆正在院子里卖力给儿子喂奶，儿子却极不配合，哇哇大哭不说，还一直如捏嘴唇往外吐奶。我这才发现婆婆身边矮桌上放着一罐奶粉，太熟悉了。那是我买给瘫痪的公公补身体的老年高钙奶粉。我一把打掉奶瓶，难以置信地盯着她，厉声道：“妈，你给大宝儿喝老年高钙奶，我存的母乳呢？”婆婆眼神闪躲，支支吾吾说奶吃完了，一股愤怒的心寒油然而生。我抬脚就往厨房冲去，刚一开门，就看到弟妹从冰箱里取出最后一袋母乳。她只愣怔地看了我2秒，转身轻车熟路地热起母乳来。我压住心中喷涌的怒火：“弟妹，你总不是热奶喂我们家大宝儿的吧？”弟妹抿嘴翻了个白眼，不耐烦道：“大嫂，你当大娘的，我儿子喝你一点奶怎么了？至于这么阴阳怪气的吗？”我这才明白为什么从我上班后，儿子就神情恹恹，不是便秘就是拉肚子，瘦了好几斤，晚上吃完奶还贪恋着不肯松口。我气得浑身打颤，双手紧紧攥着冰箱里的母乳，是不是都让你儿子喝了？弟妹终于舍得转身斜我一眼，漫不经心道：“是又怎样？不服气，找妈说去。”我劈手推开弟妹，就要夺回我的母乳。这时婆婆抱着儿子跑进来，扑通跪在我面前：“老大媳妇，使不得呀，都是妈的错，你要怪就怪我。你弟妹没奶水，小宝需要营养啊，你就让小宝吃了吧。妈，你偏心小叔子一家也得有个度。”我手停在半空，红着眼质问她：“弟妹没奶关我什么事？她没奶是怕哺乳导致身材变形，你不知道吗？你接受她不哺乳，买昂贵的奶粉给她养孩子，为什么还要夺走我儿子的母乳？夺走我儿子的母乳，为什么不给他喝配方奶粉，还给他喝根本消化吸收不了的老年高钙奶？你们这是谋杀！谋杀！”我重重吼出心中的愤怒。婆婆偷偷瞟了一眼弟妹，掩面泣不成声：“倩倩，妈真不是偏心，手心手背都是肉。我不知道那奶粉老人喝的，婴儿喝不得，都是我的错。我该死，我有罪。”儿子饿得哇哇大哭，一直没停过。我从婆婆怀里抢过孩子，夺过弟妹热好的奶，送到她嘴边。儿子伸着小手捧着奶瓶，大口大口喝起来。弟媳恶狠狠地瞪着我，婆婆一边哭着自责自己没用不是人，一边不住给我磕头。我受够了她自我感动还不忘道德绑架这一套。这种人能不能单独活在别的星球？待儿子吃完奶，我一手抱着孩子，一手拽起婆婆，毫无负罪感地把她拽到爷爷奶奶的灵位前：“妈，你确实该对着老张家的列祖列宗好好反省反省。都说小儿子大孙子，老太太的命根子，可你眼里只有你的小儿子。爷爷奶奶在世的时候，对你可是百依百顺，你这样对他们的大重孙子，不知道二老知道了，棺材板还压不压得住？”婆婆扑通跪下，一头呛地，哭得撕心裂肺：“福安、福康都是我的儿，我恨不得把自己劈2半给你们，怎么会只想着福康呢？我的大孙儿，你可是奶奶的心头肉啊！奶奶对不起你，看着你哭，奶奶心里就跟针戳一样疼啊！”声音响彻屋前屋后，引来不少邻里在门口张望，也吵醒了2楼正在睡觉的小叔子张福康。张福康脸上睡意未散，又起狰狞：“窦倩倩，你在吵吵什么？不知道我儿子在睡觉吗？”当看清他妈正跪在堂屋时，眼睛都瞪圆了：“你哪根神经搭错了？
敢让我妈下跪。弟妹靠在门口有恃无恐，一副看戏的模样。这时，大门口传来一阵嘈杂声：“福安，福安，你妈又闹上了，赶紧回去帮帮你媳妇。”老公张福安越过邻里挤进院子，提着公文包一路小跑过来。倩倩，这是发生什么事了？见小叔子给她撑腰，老公也回来了。婆婆哭得更大声了，不停狂扇自己耳光。我气炸了，疯了一样把老年高钙奶粉罐兑进老公怀里。你亲妈把我的母乳给你弟弟儿子喝，却给你亲儿子喝着，他这么小能吸收吗？他肾脏能承受得了吗？我就没见过这么偏心狠心又无知的奶奶。门外一阵唏嘘声，张福康握着拳头要打我，被老公拦下。哥，嫂子什么意思？那可是咱妈，她说这么大逆不道的话，想翻天吗？婆婆把大儿子当草，把小儿子当宝，不是一天两天。我们吃的亏受的苦罄竹难书，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，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可她不该把黑手伸向我儿子。我和老公结婚晚，好不容易才有了这个孩子，他就是我的命，我要忍得下这口气。婆婆早晚敢把我们全家的未来搭给她小儿子一家，有老公在，她不会让小叔子伤到我。我也做一回有恃无恐的灭霸，上去就给小叔子一巴掌。你也知道我是你嫂子，子债父偿，这一巴掌就当是你儿子喝了我2个月母乳的代价。小叔子在家一直横着走，什么时候受过这个气？抡起拳头就要砸我，老公死死抱住他，往一边拉，扭头大声道：“倩倩，你把福康打了，就跟妈道个歉吧。一家人别闹得这么难看，道歉也不是不可以，但我有一个条件，我们必须搬出去住。”婆婆听说我要搬出去，也顾不上嚎了，立马跳起来阻止，不能分家。婆婆坚持不分家，说什么人多热闹人气旺，兴家宅就张福康和尚苗苗那副好吃懒做，一把年纪还没一份正式工作的吊儿郎当样，每把家拜完都是祖上烧了高香。我一提分家，婆婆就哭哭啼啼。别人不知道，我知道的门儿清。老公工作这么多年，结婚也4年了，工资一直把控在婆婆手中，少说也有7、80万。婚后，我几次委婉提起，她总说：“你们年轻人大手大脚存不住钱，我先给你们管着，最后还不是你们的。我死了又带不走，不是？”当时我觉得婆婆说的也有道理，便没深究。孕晚期住进婆家后，我才认识到自己还是太单纯。刚结婚不久的弟妹比我晚1个月怀孕，婆婆顿顿给她炖鸡汤猪蹄送到房间，我只有家常茶饭。婆婆为难地告诉我原因，我没有交生活费。我震惊的下巴都要砸地上，就笑着问她：“老公吃饭也要交生活费吗？”“是的，要交。”小叔子和弟妹都没上班，他们怎么交的生活费呢？婆婆说是公公替他们交了。我突然想起公公是工伤瘫痪，听老公说厂里补了一笔钱，让他提前内退，1个月还有5、6千退休金，而那些赔偿款已经让小叔子创业给赔完了。婆婆嘴上说是公公交的，还不是她心疼小儿子，主动给人吃白食，小叔子一家无忧无虑在家啃老，被婆婆照顾得无微不至。老公天天跑项目累成狗，每个月还要上交伙食费才能吃口热乎饭。那一刻，我深深为他感到不值。而婆婆第一次给我下跪是求我顺产，怕麻药对孩子不好。我从来不知道生孩子会这么痛，差点从老公胳膊上咬块肉下来。我拼了半条命才把孩子生下来，结果同病房的弟妹生完孩子跟没事人似的。一问才知道，婆婆心疼弟妹早产，生孩子受罪，
拿钱给人打了无痛。你是老大媳妇，有学识有担当，不像你弟妹还小，什么都不懂。我怕她撑不住，做出什么傻事来。妈也不是不想给你打无痛，妈没带那么多钱，妈对不起你，妈一定好好伺候你月子啊。婆婆一边哭一边哄，因为我是老大媳妇，就得担待着。月子里，弟妹不愿意哺乳带孩子，说影响身材和睡眠，婆婆就买了进口奶粉给她喂孩子，日日夜夜守在她房里，时常忘记给我送月子餐。我打电话提醒后，也只是把剩饭剩菜热一热就给我送来。儿子在半岁时，老公急性肾结石手术住院，我请婆婆去医院照顾老公，她以弟妹不会带孩子为由拒绝。无奈我一边带孩子一边照顾不能动弹的老公，后来还是我妈知道了，来帮我带了几天孩子。快出院时，婆婆虚情假意来看望，顺道拿走我娘家看望老公送的补品，说什么小手术而已。老公体格壮还年轻，他弟弟挑食不爱吃饭，体质差，拿回去给他弟弟补身子。我毫不留情地扣下补品，不让他拿。有些郁闷和怨怼的老公，却在他妈一声声下跪哭诉自杀耳光中逐渐迷失自我，反而认为自己不孝，不仅让他妈拿走全部补品，还内疚自责了好久。我心疼老公一直活得如此憋屈，又痛恨他不明是非，我必须让他看清他妈的真面目，趁早离开这个家。我和老公晚饭都没吃，带儿子去医院做了检查，肠胃紊乱，肾脏功能指标超负荷，幸亏发现及时，还没造成严重后果，好好调养一段时间就好。我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下来，可再也不敢把孩子给婆婆带，跟老公一商量，暂时放我妈家里，让她帮着照顾。婆家住在县城，每天上班开车都得1个多小时，娘家离我和老公上班的地方很近，所以结婚这么久，我们一直住在我妈家。孕晚期放产假才住回婆家。我趁机提出让老公要回他存在婆婆那里的钱，我们也该买套自己的房子了。婆婆为此又大哭大闹了一场，也不知道是因为我不让她带孩子，还是因为那些钱，老公哄了好半天才让婆婆牺牲，钱自然也没要回来。在我妈家没多久，大宝脸色又圆润了起来，红嘟嘟的，特别可爱。恰逢入冬，我和老公带着大宝儿置办冬衣，正好碰到婆婆带着小叔子一家进城给小宝买衣服。婆婆抱着小宝，面无表情地看我一眼，转脸眉开眼笑地跟老公说话，正准备告诉你们呢，2个孩子的周岁宴定好了，那天你们可要早点回家呀。老公连连答应，又跟小叔子寒暄一阵。临到结账时，婆婆拉开钱包，为难地看着我，倩倩，我这也不知道今天能遇上你们，本来大宝儿这份儿也该做奶奶的买的，你看我也没带那么多钱，大宝儿的衣服旧，店员好心提醒，可以手机支付的。婆婆皱眉，又开始带着哭腔抹眼泪，我半截入土的老东西，哪会玩你们的高科技，老了不中用，该死了。不会，他给弟妹转账可转得贼溜。我看向老公，他无奈叹息，只是摇头。店员被噎得一脸尴尬，我云淡风轻地冲他笑笑，别介意，我婆婆是表演型人格，最喜欢这样逗人开心，她觉得很幽默。婆婆脸色一僵，我暗自偷笑，掏出手机，让店员把全部衣服都算了价格，一起结了。很快到了2个孩子周岁宴，这天婆婆又表演了一段绝世好奶奶的戏码，先是从我妈怀里抢走大宝儿，贴着脸喊了一路乖孙。开席了，自己不吃饭，光抱着大宝儿看，只要有人叫她吃饭，
他就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哭，太久没看到我大孙了。我想的是夜夜哭啊，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吃了饭又要走，我得抓紧时间抱抱我大孙儿，哪还有心思吃饭呢？你们吃别管我。此话一出，搞得我和我爸妈很难堪，好像我们拦着他不让他去看孩子似的。面对七大姑八大姨埋怨的眼神，我放下碗筷，决定不再做忍者神龟。妈，那天碰到你和小叔弟妹去城里给小宝买冬衣，你可是看都没看我们大宝一眼啊！这会到报的欢时，不会是做给大家看的吧？亲戚又都把目光投向婆婆，婆婆身子僵了2秒，扯起一丝尴尬的笑。倩倩就会胡说，你们吃菜吃菜，别理她。婆婆也不做戏了，咬牙切齿地把大宝儿塞我怀里，再也不提想大宝儿了。看到婆婆吃瘪尴尬的神情，心中不由一阵痛快。临近晚上下起了小雪，吃完晚宴我们才回去。天黑路滑，老公开车不小心撞到一个外卖小哥，好在问题很大，只是擦伤，当天留院观察，报销医药费，送点补品就能解决。老公因为第2天要出差，这事就交给我来办。可过了几天，对方突然变卦，硬说伤了脑袋，神经出现问题，跑不了外卖，失去劳动力，狮子大开口要索赔50万，要不然就起诉我老公。老公的钱都在婆婆手里，我的工资还要管着一家开销。我问婆婆要钱，婆婆却跪地哭穷，宁愿她大儿子被起诉坐牢，也不肯拿钱出来。老公愁眉不展，整个人状态都不好，嘴上起了2个超大火泡。老公同样跪求婆婆拿钱出来。妈，你到底为什么不肯把钱给我？你就这么狠心让我去坐牢吗？婆婆哭得更凶，狂扇自己耳光。是妈没用，是妈没用。你爸瘫了这么多年，吃药、护理处处要花钱，你又忍心看着他等死吗？做不了几年牢的。你有人脉有能力，还有倩倩撑着这个家，出来了也能东山再起的。老公瞪着小叔子一家，满眼猩红。一直彬彬有礼的老公再也忍不住暴怒，是只有爸爸花钱吗？爸爸的赔偿款你都贴不给老二家，你还当我不知道吗？我不说是我不计较，可你不能扣着我的救命钱。我前途毁了，对你们有什么好处？任凭老公如何咆哮，婆婆只是哭着向他磕头，扇自己耳光，嘴里念叨自己该死。老公眼神灰败，虚弱无力地瘫在地上，静静看着他妈自轻自贱的行为。我妈戳我后腰，倩倩，告诉福安吧，我看福安他快扛不住了。我咬紧牙关，死命摇头。只有最痛苦的经历才是最有力的教训，才能让他面对现实。开庭当天，婆婆和小叔子一家都没出现，老公在法院门口一直耷拉着脑袋，满目悲怆。直到外卖小哥站在他面前追究他的责任时，他才茫然地抬起头。我向老公坦白一切，是我支付了小哥一笔钱，一起演了这出戏。小哥没有起诉老公，更没有50万赔偿的说法。我向他道歉，道明我的用意。相比一场牢狱之灾，老公嚎啕大哭一场，最后选择原谅了我。老公给婆婆打去一通电话，本意是质问他们为何在开庭的日子没有出现，却被告知婆婆正在城里给小叔子一家买新房。老公双目充血，心中固执地为自己垒砌的亲情之墙轰然倒塌。他指节泛白，手机屏幕在他手心咔嚓碎裂。我们赶到售房处，他们刚签完合同，老公一把夺过合同，120平的3室2厅，价值86万，全款一次性付清，公共工伤赔款只有30万。早就被小叔子挥霍完，
用脚趾头想也知道这86万都是老公的钱。小叔子傲娇显摆，鼻孔朝天；弟妹颐指气使，得意洋洋。老公脸色白得像纸，我心疼地扶住他：“妈，那些钱就算我报答你的养育之恩，以后咱们就别来往了吧。”老公心如死灰，眼里闪烁着委屈的泪光。婆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，说话的是她大儿子：“老大，你没事儿了？你刚说的什么意思？”小叔子也是一脸难以置信：“哥，你怎么能说出这么大逆不道的话？不就是花你一点钱吗？至于这么绝情吗？”老公深吸一口气，站直身子，看也没看小叔子一眼，异常决绝道：“我说，你就当没我这个儿子，以后跟着老二好好过吧。”婆婆一巴掌抽在老公脸上，随即哭嚎着拉扯老公胳膊：“你个没良心的，你说的什么话？我把你拉扯大容易吗？你帮衬下你弟弟怎么了？他可是你唯一的亲兄弟，是不是你媳妇撺掇你不认娘的？是不是？”婆婆松开老公，又拽上我的手腕，扑通一下又给我跪了：“倩倩，千错万错都是我老婆子的错，你不能让老大不认我这个娘啊！”嘴上说着认错的软话，指甲却深深嵌进我皮肉中，恨不能撕扯一块下来。我吃痛，猛地甩开她。婆婆坐在地上，又开始抽自己，抽一下骂自己一句：“我不是东西，我该死，我活着也是多余的，让我去死好了。”说完就要往人家沙发上撞，被小叔子死活拉扯住了。不知情的看房群众纷纷围了上来，指责我：“孩子都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，你这个当儿媳的怎么能这么狠心，让人家母子断绝关系呢？”“就是啊，你这个儿媳妇做的也太过分了，看这婆婆多可怜呐！”我闭眼气沉丹田，再睁开，两步登上大厅的茶几，扬声道：“我亲爱的婆婆，就是这位擅长一哭二跪三自虐的老太太，常年扣着我老公的血汗钱，宁可我老公坐牢，也不愿意拿出来帮他平事儿。趁今天开庭，竟然急急忙忙用我们的救命钱给他心爱的小儿子买房。试问这事发生在各位身上，谁又能比我们做得更好？”我低头看着地上的婆婆，冷冷道：“妈，你口口声声说着自己不偏心，可桩桩件件事你都向着小叔子。你不知道福安花了多长时间才确认你不爱他，又花了多大勇气才说出这句话。是你亲手舍弃了福安。”现场一片寂静，有人张嘴想说什么，最后还是乖乖闭上，各自散去。婆婆的哭嚎响彻大厅，老公再也没理会她，紧紧握着我的手：“倩倩，你放心，从今以后，我会为了我们自己的家更努力一些。”我欣慰地与她携手，一起迈出售楼大厅。钱没了可以再赚，老公正处在事业上升期，手上项目不少，每天都在拼命挣钱养家。他想尽快为我和孩子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。春节我们带着大宝儿出去旅游，对比往年在婆家端茶倒水，跟老公两人要准备一大桌子饭菜，接待一波又一波亲戚。这次真是难得的自由畅快，可安宁的日子过得飞快。元宵节还没过完，婆婆带着小叔子一家就推着瘫痪的公公，把老公堵在公司楼下。等我赶到时，婆婆正一把鼻涕一把泪跪在老公面前，逼着他赡养瘫痪了的公公。四周围了一群看热闹的人，其中不乏老公的同事。婆婆还是老一套，跪在地上抱着老公的腿不撒手，情绪激动：“你们执意分家，还不认我这个娘？我跟老二过，你爸跟着你们，你们挣得多，你又是老大，理应多担待一些。”小叔子把轮椅往老公面前一对：“大哥，我们照顾了爸爸吃喝拉撒这么多年，
轮也该轮到你了。弟妹急忙插话：大哥每天除了陪爸说说话，什么都没为爸做过。我们福康昨天还在帮爸剪指甲，心疼他爸，心疼的眼泪都哭干了。小叔子和弟妹一唱一和，惯会道德绑架。老公被他们说得手足无措，周围唏嘘一片。吃瓜群众看老公的眼神都带着鄙夷。我默默打开手机录音，扒开人群，径直走到弟妹面前。尚苗苗，你不要张着大嘴乱说。我在家差不多2年时间，可从来没见小叔子进过爸的屋，路过他都是捂着鼻子走。相反，我老公每天下班，不论多晚多累，都会抽出时间跟老爷子说说话，给他擦洗身子。天气好了，还把老爷子背到院子里晒晒太阳。你们年轻轻就眼瞎了吗？还是说想我在大庭广众之下细数你们做的那些龌龊事？三人顿时哑口无言。我蹲在轮椅前，检查了一下公公的手，指甲确实剪了，可10根手指3根带着干涸的血迹。这就是你给爸剪的指甲？你是想把指头一起剪了吧？我举起公公受伤的手指，质问小叔子。公公虽然瘫了，但心里什么都明白，噙着泪，默默闭上眼。婆婆急忙按下公公的手，推开我：不是福康的错，跟他没关系，是我不小心弄的。我沉下肩膀，视线一一掠过婆婆、小叔子和弟妹，最后定格在婆婆身上，耐着性子道：我们可以照顾爸，先把你给小叔子买房偷拿我们的钱还了，不多要，就还50万吧，也算是给爸一个保障。小叔子气势汹汹地指着我：窦倩倩，你还有没有心？照顾爸本就是你分内的事，你怎么还有脸找我们要钱？你有脸游手好闲，一事无成吃白食，我就不能要回自己的钱？婆婆暗暗磨牙，恶毒地叨我一眼，面上却装作受伤委屈的样子。倩倩，一家人老提钱不钱的，多伤感情。我给你做牛做马还行吗？我轻蔑地哼一声。他知道我躲他都来不及，倒是会拿捏我。妈，50万暂时还不上，就把爸的社保卡给我吧，那可是爸最后的保障。婆婆大概没想到我会提出这个要求，一脸震惊地看着我，再也控制不住情绪，口无遮拦道：卡给你了，我们吃什么喝什么，在场看热闹的哪还有不明白的？对小叔子一家指指点点。我算把瓜吃明白了，原来这老太太偷拿大儿子的钱给小儿子买房，拿着老伴儿的养老金养儿子一家，却不养老伴儿，真是绝了呀！啧啧，老太太好手段。她这小儿子儿媳年纪轻轻就只想啃老，也算是窝囊废中的极品了。猪狗不如的一家人呐，真替他大儿子憋屈。婆婆丢下公公，拉着小叔子在逐渐激愤的谩骂声中逃了。不想赡养公公，却要霸占他的退休金，做梦！老公难为情地看着我，我没理他，蹲下身子握住公公的手。爸，你别往心里去，我说那些话也是为自己为福安出口气。当时赌气把你留在老家，福安他一直也放心不下。现在好了，你过来了，我们会好好照顾你，给你养老送终的。公公紧紧握着我的手，无奈摇头又重重点头，眼泪大颗大颗掉下来。老公不易察觉地舒出一口气，揽着我的肩膀把我扶起来，一起推着公公回家。第2天，我请了1天假，推着公公去社保卡服务站点办理社保挂失，并重新补卡、更换密码。不知道婆婆取不出钱会是什么表情，反正我想着就开心。这些天非常感谢我爸妈，不仅要照顾大宝，还细心地照顾公公。老公既感激又内疚，每天除了上班就是看房子，希望能尽快搬出去。
请个住家保姆照顾公公，不枉他这几个月拼命做项目，奖金加上我这些年的存款，足够在市中心贷款买一套房。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搬进新家，用公公的养老金给他请了一个住家保姆，既维护了他的尊严，也不影响我们的生活。他对此很是满意。当天婆婆就打来连环夺命催电话，不用想也知道是为公公养老金的事，手机调到静音。到晚上已经有上百个婆婆和小叔子的未接电话。呵，至于这么急吗？婆婆取不到钱，第二天就闹到我的公司。我早已告知过保安，婆婆精神可能有问题，要来找我麻烦，并给了她一张婆婆的照片，让她见到婆婆就把人打发走。我在楼上远远看着，婆婆竟然给保安跪下了。保安可不吃她这一套，严厉驱赶。没想到惹怒小叔子，小叔子把保安给打了。没一会儿，警察来了，把他们都带走。警察找我，我不能不见，只好放下手头工作，去了一趟派出所。原因是我诽谤婆婆是精神病，并擅自侵吞公公的养老钱。婆婆怀里抱着小宝儿，一见到我就要给我下跪，我一把把她提起来。警察眼神满是无奈，想必他也给人家行此大礼了吧。我满脸无辜的真诚，挨着警察站着，大声质问婆婆：你还说你精神没问题，没问题会动不动就给人下跪，还扇自己耳光。为了你好，我强烈建议你去医院检查一下，说不准真有。我取出公公的养老金是支付照顾公公的住家保姆工资，他的养老金用在他身上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婆婆嘴上起了2个大火泡，我憋着笑，看来是真急。她如捏嘴唇，也不装了，大声哭嚎起来：你们没良心啊，不赡养父母，我要去法院告你们。就算你去告了，我们大发慈悲，1个月给你几百块，够你们仨家医孩子花吗？况且当初是你说要跟小叔子过，我跟福安给爸养老，你忘了？我可是有录音哦。小叔子龇牙推了我一把，你录音？窦倩倩，你可真卑鄙！警察可不惯着他，呵斥道：请注意你的举动，这可是在警察局，你打人的事还没了呢。弟妹看警察没向着他们，大嘴一咧坐到地上，把胸口捶得咚咚响，哭喊着自己命苦，还不如死了算了。好家伙，婆婆一身演技，这下后继有人了。我赶紧躲在警察身后，继续道：你有时间在这算计我和你大儿子，不如劝那2个巨婴找份正经工作干，这才是长久之计。婆婆恨得牙痒痒，却又无可奈何。最后为了不让小叔子拘留，赔了保安2000块钱。哭就知道哭，真晦气。没要到钱，还赔了一笔。小叔子骂骂咧咧踢了弟妹一脚，气冲冲走了。就这么安安稳稳过了半年，儿子会跑了，公公也养胖了。我几乎忘了自己还有一个婆婆时，她突然出现在了我妈家。我没告诉她我们新家的地址，电话也拉黑，她只能通过我爸妈找到我们。半年不见，相比公公，婆婆苍老了太多，我竟一时没认出来。她一看到我和老公，扑通就跪了，像以前一样哭嚎，只不过这次情绪哀伤，更加投入。福安呐，我的儿，求求你救救你弟弟吧！我看了一眼老公，他神情淡淡，没有着急询问发生了什么事，只是冷冷地扶起他妈。我还愿意叫你一声妈，是因为我们身上有着剪不断的血缘，每个月按时给你1000赡养费，也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。当初你选择福康的时候，就应该明白，我不会再管你们任何事。他是富是贫，是生是死都与我无关。婆婆泪眼婆娑，
你难道要眼睁睁看着你弟弟成残废吗？婆婆边哭边道出事情原委。一天，小叔子带着儿子在外面跟他兄弟显摆，不知谁多嘴说看见过弟妹跟别的男人在外面鬼混，还说他儿子长得跟他一点不像。小叔子疑心重，当即带孩子去做了亲子鉴定，不查还好，一查真出事儿了。那孩子真不是小叔子亲生的。小叔子把孩子丢在医院，就冲回去跟弟妹拼命，把弟妹打了个半死，还在聊天记录中发现弟妹和外面的野男人正在算计着他的房子。弟妹不仅要离婚要钱，还要那套新房。小叔子一气之下把弟妹腿打断了，弟妹拖着伤痕累累的身子找回孩子逃回娘家。弟妹的爸爸是当地的混子，当即带着一群人把小叔子新家砸了，发生激烈的肢体碰撞，小叔子被几个人举起来砸在茶几上，伤了后腰和脑袋，瘫痪昏迷，急需30万手术费。即使手术成功，这辈子也离不开轮椅和拐杖。我说那小贱蹄子怎么突然转性要嫁给我的福康啊？合着是算计着我儿给他收拾烂摊子啊？亏我待他那样好，他就该天打雷劈呀！老公双手叠握，静静听完婆婆的哭诉，又扶着她走到门口，淡然道：“福康今年30了吧？自己做的事自己承担后果。别说我没有30万，即使有，我还有更重要的人要照顾。你走吧，以后别再来打扰我岳父母了。”老公把婆婆推出门，就要关门，婆婆扒着门不放，眼中充满震惊和不解，嘴唇颤动，无力道：“福安，你变了。”老公冲她笑着点点头，坦然地关上大门。婆婆走后，老公的手机被7大姑8大姨轮番轰炸，无非劝我们拿钱出来救人，当我们拒绝后，就斥责我们绝情、没人性，见死不救。我夺过老公手机，一一还击。大姑，他们连你亲弟弟都不照顾，你还要替他们说话吗？二姨，你家不是挺有钱的吗？你出钱给福康做手术吧，他好了一定会好好感谢你的。大舅啊，30万你嫌多的话，可以跟二姨一家拿15万吗？我们的钱都让妈拿去给福康买房了，不像你们有钱不肯借，要我不讲道德，他们就绑架不了我。从此再也没人打电话过来。之后的事是我从老家的邻居那里听说的，弟妹的爸爸和那伙行凶的人都被抓了起来，判了刑。弟妹名声臭了，还被野男人抛弃，一个人带着孩子受尽白眼，艰难度日。婆婆借不到钱，为了筹手术费，无奈之下贱卖了还没住满1年的新房。小叔子做完手术保住了命，却再也站不起来，花了一大笔钱做康复训练，也不见起色。为了日子能过下去，婆婆忍痛断了后面的康复治疗，搬回老家的旧房子里住。小叔子不甘心，他的情况比公公更严重。公公上半身是可以自由活动的，而他整个身子都不能动弹，成天窝在轮椅上，对着婆婆破口大骂：“你个没用的老东西，不给我治疗，留着钱想干什么？你是不是想我死，想我跟那个老东西一样，一辈子烂在床上？我要治疗，我要走路，我要走路啊！”婆婆每天以泪洗面，日渐苍老，经常在院子里哭嚎：“我要梅科带福安，梅科带倩倩就好了，他们就不会走了。好好的一个家，都让我给毁了呀！我真该死啊！”她废寝忘食地照顾小叔子，得不到一丝理解，反倒天天被小叔子无情谩骂，逐渐心生怨怼，整个人变得阴气森森，再也不顺从他的小儿子，甚至一连几天不管他吃喝拉撒，一不顺心就是一顿拳打脚踢，发狠了还用拖把棍闷起脑袋。要不是你，
我也不会过得这么辛苦。你哥都知道心疼我，你从来就只知道向我要钱。你个废物东西，还敢骂我？要没我，你早就死了。打，有本事你打死我！没用的老东西，你那么喜欢大哥，你去找他呀！你看他还要不要你个老东西？全身鼠嘴最硬的废物，看我还管不管你？死了才好，死了我就清静了。尾声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四季不停变换，就连公公在坚持康复训练以后，都奇迹般地站了起来。而唯一不变的是，远方破败的小院中，从早到晚的鸡飞狗跳。下面我们来听第二个故事：老公的弟弟死了。婆婆和弟媳为了让我收下小叔家的2个孩子，联手害得失去了肚中的孩子，再无怀孕的可能。连妈也是没有办法了，你小叔死得惨，唯独就留下2个孩子，你弟媳一个人连自己都快养不活，更别提还要养2个孩子。你就当大宝二宝都是你亲生的，你和长仙抱过来养着吧。家里的客厅里，婆婆正坐在我身旁的沙发上，对我声泪俱下。她的一旁，弟媳满脸憔悴，掩面抹泪，可偏偏一双眼睛却在偷偷打量着这座房子。我坐在主位的沙发上，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同前世没有任何的改变。不对，还是有所改变的，因为我已经不是上辈子的那个我了。我看着手中精致的玻璃杯，没有看向2人，却将2人眼中的算计与贪婪尽收眼底。在旁人看起来，我依旧还是那个好说话、好拿捏耳根子软的人。所以，见我没有说话，2人对视了一眼，哭的声音逐渐大了起来。嫂子，我命苦啊，年纪轻轻没了老公，可怜大伟还是个不争气的，丢下我们母子3人走了也就算了，还偏偏欠了一屁股的债啊！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。我一个人苦也就算了，不能让孩子跟着我一块苦啊！嫂子，我们都是女人，你一定能理解我的，对吧？见她说完，婆婆立刻接上：就是啊，连，大伟可是长仙唯一的弟弟啊，即便是之前再混蛋，可大人的事情不能牵连孩子啊。你和长仙这么有钱，肯定不缺这养1、2个孩子的钱的。你们养1个也是养，养2个也是养，以后还能多2个孩子孝顺你们，不是吗？2人就这样，一个卖惨，一个当和事佬，对着我夸夸其谈，就差把弟媳的2个孩子吹上了天。一会说老大孝顺，一会说老二嘴甜。可光看表面，他说的的确没错，但只有我知道，弟媳的那2个孩子就是2个实打实的白眼狼。前世婆婆和弟媳弄掉我肚子里的孩子，以我再也无法生育为由，逼着我收下了2个孩子。因为不知前情，收养2个孩子之后，我将他们视如己出，吃穿用度，我样样都给他们最好的。因为他们从前住在乡下，害怕他们跟不上城里学习进度，我给他们请了最好的老师，同他们开小课补习，更是各种打点，将他们送进了全校最好的重点班。而他们表面上装作对我所做的一切感动不已，但背地里却是各种耻笑我是个生不出蛋的母鸡。后来，只因为他们期末没能考好，被我训斥了几句，又扣了零用钱，2人便对我怀恨在心，故意将我推下楼，让我摔断了一条腿，害得火灾时我没能从火场中逃出，被活活烧死在大火之中。然而这一事没必要这么麻烦。行啊，我当然没什么意见。我将手中的水杯放到桌子上，再抬头，眼里那抹冰凉的恨意与算计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我也挺喜欢大宝二宝的，正好多了2个孩子，家里也能热闹一些。不过妈，这件事你们同长仙商量过吗？我一个人同意不作数，这件事说到底
还是得他来点头才行。我朝着两人露出一抹无奈的笑。听到这话，婆婆刚喜笑颜开的脸上顿时一僵，笑意便直接僵在了脸上。要知道，早年因为婆婆偏心，逼得当初考上211的常先退学，南下打工，只为供小叔子读个私立的2本。后来，常先一怒之下同家里撇清了关系，去了市打工，又正好赶上了做生意的风口，做起了生意，很快又成立了自己的公司。听闻这一消息的婆婆，几乎是带着被开除的小叔子，毫不犹豫找到他了。死缠烂打之下，硬将小叔子塞进了他的公司。可没想到，进入公司的小叔子并没有像之前承诺常先那般老老实实踏实肯干，而是打着常先的名头，挪用了公司的公款，跟几个社会上认识来的朋友们赌博，差一点便让常先的公司倒闭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欠下了一大笔的高利贷，留下了常先公司的地址之后，便逃得无影无踪。常先的公司岌岌可危，最终还是我爸爸不忍见常先的心血和才能就这样被毁于一旦，出资补上了公司的资金链，这才没让常先的公司倒闭。事后，常先选择了报警，警察很快便将出逃的常伟逮捕归案。可婆婆为了不让自己一直疼爱的小儿子被关进监狱，同老公协商不成，竟是直接在公司撒泼打滚，硬要常先撤案。公司被婆婆闹得鸡犬不宁，常先无奈只能选择撤案。但也是在那个时候，常先同几人约法3章，以后他不会再理会他们的任何事情，而他们也绝不能再来打扰他的生活。和常先结婚5年，我一共只见过3人1次。这次要不是常伟出意外死亡，常先出于作为哥哥的情谊帮忙操持葬礼，恐怕他们也根本没有机会再见面。前世常先因为出差，在国外待了3个月才回家，等回来时，一切已经成为定局。彼时我只以为是自己吃坏了东西，流掉了孩子，常先也并不知道这件事之中的弯弯绕绕。他一边不想再和原生家庭扯上任何关系，一边又不忍心看我沉浸在终生无子的悲伤之中，最终只能点头，同意收养小叔的孩子。妈，你也知道常先的性子，如果是你们去找他商量，他一定会偏激。不如这样吧，我先去找常先，给他做思想工作，等他那边的事情都忙完了，您再带着2个孩子来，您看怎么样？我表情诚恳地对着2人说出我的解决办法。2人对视一眼，都分别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担忧。毕竟这婆媳2人一个比一个心思多，自然也知道凭着他们到最后不仅达成不了目的，反而可能会得罪常先，所以只能点头同意。而这正好迈入了我的圈套当中。他们哪里知道，什么去找常先，只是我扯出来的一个幌子。我如今刚怀孕，肚子里的孩子本就没有坐稳，前世这2人正是因为知道这一点，而我又并未松口，这才带着2个孩子终日来闹，害我心力交瘁，最后连3个月都没到就流了产。再加上我本就是不易怀孕的体质，这一流产便再没有了怀孕的可能。劝说常先只是一个幌子，现在离常先回来的时间还有至少2个多月，我索性躲回娘家安心养胎。等常先回来，肚子里的孩子也已经4、5个月，基本上也已经稳定了。当然，我也没忘记和常先提前打个招呼，顺带着将前世的所有当作我做的梦，一五一十全部告诉了他，连带着还告诉了他我接下来的计划。常先自然愿意配合我演戏，毕竟他比任何人都要厌恶自己的弟弟和别有心肝的弟媳，以及自己那个偏心的妈。
再加上若是弟媳的孩子刚出生没有定性，那说不定常先还能看在孩子的份上考虑收养的事情。但偏偏常伟的那2个孩子，一个已经14岁，一个也有10岁，两人简直是把常伟的性格遗传了个10成10。这也是当初我为什么一开始不愿意收养两人，在娘家休养了2个多月。这2个多月里，两人时不时打电话询问我尝鲜的态度，我从不敷衍，每每都认真的编瞎话，让两人对我想要收养孩子的心深信不疑。终于等到2个月过去，医生告诉我胎相稳定后，常先也从分公司回来。我去机场接常先回家，两人久别重逢，在家里腻歪了一整晚后，第2天我便打去电话约两人带着孩子到家来吃饭。我告诉婆婆，常先已经有了松口的迹象，让她到时候带着孩子多多表现。婆婆自然连连答应。没等到我们约定的时间，便带着弟媳还有常武、常胜2兄弟上了门，手里还提着大包小包的菜，全是常先爱吃的。你们俩都赶紧歇着，今天呢，妈来下厨，让你们尝尝妈的手艺。婆婆说着，拎着东西欢天喜地地去了厨房做饭。另一边，弟媳正一个劲地给常家2兄弟使眼色，示意他们装得殷勤一些。为了表示我对孩子的喜欢，昨晚我特地给两人包了2个大红包，温柔地笑着递到了两人手里。不行不行，嫂子，又不是过年过节的，怎么能无缘无故地收你的红包呢？弟媳假意同我推脱，可实际上我却瞧得清楚，她看见红包厚度时，眼底的贪婪几乎都快溢了出来。不仅仅是她，还有她身后的常武。这还是我第一次从一个8岁的孩子脸上这般真切地看清楚贪婪的神情。我的眼底划过了一抹厌恶，但还是笑着将红包塞进了他的手里，对着他带上了几分埋怨道：“你瞧瞧你说的话，说不准以后常胜常武就是我自己的孩子了，这么见外是做什么？”听见我这般说，弟媳的脸上顿时划过了一丝喜意，装作勉强一般收下红包，立刻扯着兄弟俩向我道谢，等待着吃饭的间隙。常武和常胜像是和弟媳排练好了一般，围着我不住地说些讨我开心的话。我虽早已知道这兄弟俩的本性，可也装作被逗乐的模样，抚着肚子笑个不停。常先虽没有笑，但脸上的表情却是不同于以往见到他们那般冷漠，偶尔询问两人几个问题。吃中饭时，婆婆一改往日的态度，不停地往常先的碗中加菜，又面带忏悔地向常先忏悔先前的偏心。我知道这是婆婆用来讨好常先，让他收养孩子的手段。常先自然也明白，虽然面上未变，可桌下的手早已紧紧握起，似乎在忍耐些什么。我看在眼里，自然无比心疼。我自小家庭幸福，父母恩爱，虽有一个妹妹，可爸妈从不偏心，姐妹关系很好。我无法理解常先从小到大所受的委屈，就像我父母不能理解为什么同为父母，他们恨不得给自己孩子最好的，即便麻烦，可为了照顾我们的心思，每每费尽心思都要一碗水端平。可同样是2个孩子，婆婆却偏心到了骨子里。我知道常先所经历的一切，知道她这一路走过来诸多不易，所以在听见婆婆为了让她能够收养小叔子的孩子向她道歉时，我是真的替她感觉到窒息。我看得出常先在忍耐，忍耐着那些带有目的的道歉。我知道在她的心底，比任何人都希望得到一句母亲迟来的道歉。可如今她终于等来了，却宁可不要。我面上笑着，却默默伸出手握住了常先紧紧握起的手，试图这样安慰他，
似乎是感觉到我的安慰，常先不动声色地回握住了我的手，同我对视一眼，皆从彼此的眼神之中看到了安慰，随后又不动声色地移开了视线，连连喜欢。我也不好多阻拦什么，就这样吧。见常先松了口，婆婆和弟媳的脸上霎时间喜上眉梢。好啊，好啊！眼见目的达到，婆婆高兴得不住地拍手，弟媳也激动地扯过2个孩子，就要让他们在我们跟前跪下，喊爸妈。我眉梢带着笑意看着这一幕，眼神却是在时不时瞥向一旁的钟表，眼底划过了一抹异样的金光。快快快，长武长盛，快给你大伯大伯母磕头，以后他俩就是你们爸爸妈妈了，快叫爸妈！弟媳一如前世那般，扯着2个孩子跪下。10岁的长盛满脸萌，但14岁的长武却是同弟媳婆婆如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般，两眼都冒着金光，偏偏还要故作懵懂一般对着我道：“真的吗？大伯母以后就是我和弟弟的妈妈了吗？”瞧着他这副模样，我不免心中一阵嫌恶。前世我便是被他这副模样所蒙蔽，这才对他掏心掏肺一般的好。我心中一声冷笑，可面上却是始终维持着和善一般的笑容，对着他点了点头。见到我肯定，常武更加兴奋，立刻朝着我磕了几个响头，正准备大声喊我一声妈时，却不成想被外头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所打断了。屋内寂静了一瞬，可外头的敲门声却是始终未停。谁呀？这么会挑时候？弟媳皱了皱眉头，同一旁的婆婆对视了一眼，小声嘟囔了一句：“应该是物业吧。”我边说着，边准备起身开门，可却被一旁的弟媳眼疾手快按住了肩膀，对着我讨好道：“嫂子，你坐，我去。”说罢，她快步走到玄关处，打开了门。自然没有瞧见，在她转身开门的后一秒，我的眼底划过了一瞬潮意。好戏开场了！玄关处弟媳询问来人是谁的话还没说完，便被一把推开。只见一个挺着6个月大孕肚的女人，大辣辣地走进客厅，环视一圈之后，对着我们大喊道：“常伟呢？让他给我滚出来！老娘肚子里的这个孩子，今天这个混蛋，他是认也得认，不认也得认。当初说好了，等老娘怀了孕，他就跟家里那个黄脸婆离婚的。现在老娘怀孕都5个月了，他转眼就没人了。老娘跟了他3年，他当我是什么？”女人双手叉腰，挺着孕肚站在屋内破口大骂。屋内所有人此刻都几乎愣在原地，没能弄清楚情况，特别是婆婆。我从没见过她何时将眼睛瞪得那般大。此刻她正用一种极为滑稽的震惊表情看着屋内站着的陌生女人，一时不知做什么反应。常仙的脸上依旧没什么表情，但仔细看便可以看清楚，他的眼底闪过一丝嘲讽般的漠然。毕竟他早就已经知道了女人的身份和存在。前世我死后，灵魂曾经在弟媳身边盘踞了一段时间。就在弟媳和婆婆占领了我和老公全部的遗产之后，还没高兴太久，便被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找上了门。而那个女人就是现在挺着孕肚找上门来的刘畅，常伟出轨的对象。飞快地和女人多了个眼神，我装作最先反应过来，从凳子上站了起来，对着女人疑惑道：“那个，您是不是找错人了？”女人接收到了我的信号，几乎是立刻冷哼着翻了个白眼，故意一般大声喊道：“找错人？我可没找错，我找的就是常伟那个骗子，你们是他家里人吧？”听到常伟的名字，原本还在玄关处发懵的弟媳瞬间回过神，快步跑到了女人面前。大家都是女人，一个挺着孕肚的陌生女人，
跑到你面前趾高气扬的要找你的老公，用脚趾头想想都知道其中的关系。你是谁？找常伟做什么？弟媳死死瞪着面前的女人，那眼神恨不得要在她身上剜下来一块肉一般狠厉。女人冷笑一声：找常伟做什么？当然是找他对我肚子里的孩子负责呀！你就是常伟嘴里常念叨的那个疯婆娘吧？他可说过，等我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，他就会娶我的。女人说着，炫耀一般朝着弟媳挺了挺自己的孕肚，直接将弟媳气了个半死。娶你？他怎么娶你？去哪儿娶你？地底下吗？常伟已经死了，你要是想让他娶你，赶紧现在从楼上跳下去，说不定还来得及。弟媳冷笑着对着女人嘲讽，可偏偏女人根本不在乎，索性直接赖皮地往沙发上一坐，像是故意激怒她一般，对着弟媳道：我管他是死的还是活的，我只知道我肚子里的这个孩子是他的，是你们老常家的种，你们得负责照顾我还有我肚子里的孩子，不然我就挺着孕肚去你上班的地方，还有你们原先的村子里闹。我呸！眼见着女人赖上了自己一家，婆婆不由得着急了起来。常伟在村子里的名声本来就不好，这要是再去一闹，他后半辈子都别想在老家待着了。你怎么证明你肚子里的是我们老常家的种啊？像你们这种水性杨花的货色我见多了，天知道你是不是在外面怀的野种之后赖上的我们一家。算了吧，老太太。女人嗤笑一声，不屑道：赖上你们什么？欠一屁股债吗？当初要不是听了常伟那个畜生的鬼话，你们以为我会怀上他的种？是他当初骗我说自己是什么大公司的经理，我这才跟他在一起的。谁知道他满嘴都是谎话，我可找人算过了，我这肚子里100%是个男孩。常伟虽然不在了，可他的直系亲属都还在，等孩子出生了，随时可以去检验亲属关系。除非呀，你们自己心里虚，不敢和我验，还真是有2把刷子。我和常仙在一旁看戏，眼神时不时瞥向一旁已经被气到半死的婆婆和弟媳。弟媳看着女人的眼中几乎是想要将她生吞活剥，可有意思的并不是她，而是婆婆。我瞧得清楚，方才女人说自己怀的是常伟孩子的时候，婆婆的表情并没有太大的变化，而当她说到自己怀的100%是个男孩时，我分明瞧见婆婆的眼睛瞬间闪过一丝光亮，而这正是我想要的结果。毕竟那个当奶奶的不希望自己能够多一个孙子，更何况婆婆还这么偏疼小儿子。如今小叔子没了，她的骨肉当然是多多益善才好。刘畅正和弟媳争吵不休，不如说是刘畅将弟媳气到半死。我通常先一旁看戏，时不时说出2句话刺激弟媳的脾气。眼看着这矛盾是越来越大，弟媳气不过要对刘畅大打出手，我见好就收，立刻装作肚子疼，终止了这场闹剧。原本好好的一顿饭，到最后不欢而散。弟媳早就已经被刘畅气得将过继的事情抛到了脑后，而婆婆则是有着她自己的心思。而这也是我提前找到刘畅，让他来大闹一场的原因。原本始终一条心的婆媳2人，头一次心怀各异。婆婆和弟媳说到底都是2个自私的人，他们原本的心思变不齐，唯一能将他们绑在一起且互相妥协的，就是常伟。而刘畅的存在是点燃他们婆媳关系之间的引线。前世也正是因为刘畅的孩子，让2人几乎瞬间撕破脸，甚至大打出手。而这一世，我只不过是提前将这根引线点燃罢了。这一出大戏，总归是越来越精彩了。果不其然，和我预想之中的一样，因着刘畅肚子里的孩子，
婆婆和弟媳产生了分歧。在知道刘畅肚子里的是个男娃之后，婆婆最终决定照顾刘畅，直到他将肚子里的大孩子出生。可弟媳却坚决不愿意，她毕竟是常委明媒正娶的老婆，这要是让一个小三住进家里，还生下了她丈夫的一父子，那传出去恐怕能被人笑死。更重要的是，她怎么可能会和一个小三住在同一个屋檐底下？弟媳不同意，刘畅也不是吃素的，弟媳不让他进家门，他便坐在村口哭天喊地的哭丧。甚至还跑到了弟媳工作的地方，大吵大闹。而每当弟媳想要对他动手，他便将孕肚往外一露，威胁弟媳要是敢碰他，他立马就报警，说他殴打孕妇。不仅如此，他甚至还跑到了常武常胜的学校，拉着两人说自己肚子里的是他们两人的亲弟弟，要是他们不认，他现在就站在教学楼的楼顶上跳下去。这可把两人吓得不轻。不仅如此，因为这件事儿，两人在学校里丢了好大的脸。现在学校里人人都知道，他爸生前不仅出轨，现在家里还不认小三肚子里的孩子。刘畅陆陆续续闹了1个多月，不得不说，这个女人还真是有些手段，各种闹事的方法层出不穷。婆婆一把年纪老脸都几乎被刘畅闹得丢光，连带着弟媳也被闹得停了职，2个孩子都不敢去学校上学。这件事儿你做得很不错，你放心，等你把孩子生下来，我会帮你还掉那笔债，再给你一笔钱开这儿使新生活。我边抚着孕肚边同那头的刘畅打着电话，嘴角带笑。常夫人把心放到肚子里，常伟把我害得这么惨，他死了我不能报复，还不能折磨他家里人吗？刘畅冷笑一声，语气里满是对常伟的憎恨。当初要不是他骗我自己没有结婚，说他以后一定会娶我，我怎么可能把所有的一切全都交给他？这个混蛋拿走了我爸爸留给我的仅剩的遗产，又用我的名字借了高利贷，我连打胎的钱都没有了。要不是遇到您和常总，我现在恐怕早就被卖了。刘畅说着，在电话那头哽咽地哭了出来。我叹了口气，出言安慰了他几句。刘畅也是可怜，唯一的亲人他爸爸在几年前重病，治疗需要大笔费用，他学历不高，为了挣钱，只能在酒吧里做了陪酒女。他父亲去世后，家里已经没有多少积蓄，唯一的念想就是他爸留给他的一套老房子。他原本想要辞掉工作，找个男人安定下来，开始新的生活。可天不遂人愿，偏偏就让他遇到了常伟这个混蛋。常伟不仅骗了他，还骗走了他父亲留给他唯一的一套房子，更是假借他的名字借了高利贷。等刘畅意识到自己被骗的时候，已经有了5个多月的身孕，被一群高利贷的人堵在家里，搜刮走了他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。当时要不是我和常先去的及时，恐怕他已经被那群畜生糟蹋了。又安慰了他几句，我挂掉了电话。这一世因为我安排刘畅的提前出现，所以弟媳的眼光并没有放在我的未出生的孩子身上。但我也知道，刘畅恐怕也拖不了多久了。经过这么久的闹剧，弟媳即便是再不愿，可为了自己的2个孩子，也必须选择妥协。而婆婆自然是愿意自己再多一个孙子，恐怕过不了多久，就要将常武和常胜兄弟俩送到我这里来了。不过我也早就想好了应对方法，反正我也没想要放过这2兄弟，与其等着到时候弟媳和婆婆主动把孩子送过来，不如我亲自过去将2个孩子接过来。想来经过这段时间的摧残，兄弟俩心中应该早就产生了对比，彼时应该即刻想从那个家里逃离吧。这样也好，毕竟我可是早就准备好了大礼，
给这两兄弟呢。果不其然，准备将兄弟俩接来的电话刚打过去，弟媳那边还没开口，兄弟俩兴奋的声音就已经从听筒里传了出来：去，大伯母，你和大伯赶紧来把我们接走吧。隔着电话，我明显能够听见弟媳呼吸急促，正在压抑怒气。而我目光冰凉，嘴角勾起露出一抹轻蔑的笑。前世他害我孩子胎死腹中，害我永不能生育，这一世我就让他尝尝被自己的亲生儿子嫌弃是一种什么滋味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便让常先把2个孩子从老家接了过来。为了表示欢迎，2人来到这里的第一天，我便带着2人逛遍了这里的高档商场，带着2人见识什么才叫做真正的有钱人的世界。2个在乡下县城里长大的孩子，自然大开眼界。从2人的目光之中，我看出了迫切的渴求，以及不可磨灭的贪婪。为了让他们能够更加现实地感觉到差距，我并没有将他们安排进市里的重点高中，而是多花了些钱，将他们塞进了一所本市的贵族学校。能在这里上学的孩子，家中非富即贵。上学的第一天，他们便见识到了什么叫做真正的贫富差距。花了整整1个月的时间，我将他们的胃口养得越来越大。前世因为不想将2人养成大手大脚的性格，我每个月都会控制2人的生活费，而这次为了刻意培养他们大手大脚，花起钱来毫无节制的性格，我特地没有控制2人的生活费。不仅如此，我还每天时不时给2人洗脑，作为父母就应该无条件为儿女付出一切，没有贫穷的爸妈，只是因为他们没有用，不能给他们更好的生活。不仅如此，常先还经常对2人说起一起从前和常伟之间的往事，将常伟同他做对比。最后被婆婆溺爱的常伟一事无成，而跟婆婆断绝母子关系的常先，却凭借着自己的能力创办了公司。就这样，久而久之，在他们的脑袋里早已给弟媳还有小叔子贴上了没用的标签，连带着婆婆也被他们说埋怨。我只能说，不愧是俩白眼狼，眼见着2人已经被我深深洗脑，我的复仇计划也即将落幕了。一天晚上，我忽然肚子不舒服，常先紧急叫来救护车将我送去了医院。而就在我入住医院的第2天，常先的公司出现了问题。无奈之下，我只好拨通婆婆的电话，询问她能否过来帮忙照顾我2天。我自然知道婆婆不能过来，所以我只能借坡下驴，提出能不能先把常家兄弟2人送回去一段时间。婆婆没有办法，只能答应。而挂掉电话的那一瞬间，我方才脸上痛苦的神情霎时消失，叫来护士给我办理了出院，拿着早就已经收拾好的行李，前往了机场。婆婆恐怕怎么也想不到，就在她将常家兄弟接回的第2天，我们住的那个房子就已经挂牌出售。我和常先已经踏上了飞往安国的飞机，这一走没有4、5年，恐怕无法回来。常先早就有过把公司业务往海外发展的想法，这一次出差也不过是去考察公司选址，而如今海外分公司的选址敲定，我们俩便商量好，国内公司由我妹妹暂时代为管理，我和常先在国外专心建立分公司。至于婆婆和弟媳，是非的种子我已经同他们埋好，5年的时间足够生根发芽了。5个月后，我在国外产下了一个男孩，母子平安，而婆婆一家被闹得更加鸡犬不宁。据说他们发现我们2人卖了房子，消失得无影无踪，曾找上公司去闹，却被我没直接报警，抓进了警局，关了半个多月才放出来。我妹可不像我和常先，对于这种极品亲戚，
他一向不心软，常家兄弟被送回乡下，因为受不了天上地下的落差，又被我和常仙洗脑，所以每天在家埋怨弟媳没用，时时刻刻吹嘘着我和常仙的好。弟媳被他们这番话气得几乎快要晕厥，将两人胖揍一顿。然而争吵之中，不小心从楼上摔下，直接摔断了腿，下半辈子都只能坐在轮椅上。至于婆婆，每天受着刘畅的各种挑剔和折磨，好不容易等到刘畅生完孩子，谁知刘畅撇下孩子自己跑了。不仅如此，她还故技重施，拿着婆婆和弟媳的身份证，借了一大笔不正规的高利贷。高利贷的人上门追债时，婆婆直接被气到脑梗，进了医院。虽然最后捡回了一条命，可这辈子都只能瘫痪在床了。至于常武、常仙两兄弟，还没成年，已经因为偷窃猥亵进了好几次少管所，后来更是因为偷工地上的钢筋卖钱被发现，被人打断了腿，为两人前世做的孽付出了代价。当然，这一切都只是后话。此刻，我正依偎在常仙怀里，看着躺在襁褓里咿咿呀呀的儿子，笑着笑着便落下泪来。若是前世我的孩子能够降生，那他是不是也像现在这般鲜活可爱？看着眼前这个如此娇嫩的小生命，我忽然就想要放下前世的那些悲惨过去，执着于眼下。只要一家三口能永远手握着手，不管日后遇到什么，我都不怕。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过去终将会过去，但故事已然成故事。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，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。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。